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最好的生活就是清清静静的过日子，不要随便被人打扰，也别去打扰别人。如果有兴趣爱好，大家都在外头说话，在餐厅聚餐，在公园散步，在空地上跳广场舞。家是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，除了自家人，别人随便进出不见得是好事。最可怕的是，一些老年人引狼入室，丢了钱也丢了感情。再者，老年人在家做饭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家里有很多人吃饭，主人肯定会累得腰酸背痛。更可气的是，客人还嫌弃饭菜太差。退休后，我们要学会拒绝，不要让以下几种人踏入自己的家门，才算是一种幸运。一、有过节的老同事，眼不见为净。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要厚着脸皮和同事打交道，尤其是上司，你就是看不惯，也要保持一点点的微笑，得罪同办公室的人。明知大家都在勾心斗角，你也要默不作声。吵闹一次之后，要及时的挽救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不要太尴尬了。退出职场之后，你就再也不要看同事的脸色了，就算他提着礼物来拜访，也别接待，让他明白从此各自安好，路是路，桥是桥。若是有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衔接，那就去原单位好了，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在家里是说不清的，被其他同事知道了，还以为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误会不少。二、利益至上的亲戚，早点还给利益。俗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总有一些亲戚只是在有事情的时候才会想起你，若是他过得很幸福，就会忘记你。当你退休了，人生的价值变得很小了，但是不等于你毫无价值。过去的人脉关系，培养的新同事，很要好的客户，以往的工作经验，都可能是某个亲戚需要的。亲戚来串门，给你一个红包，送名贵的礼物，看看就不对劲，他多半有事求于你。当你带着回礼的态度去对方家庭串门的时候，就是正中下怀，想一想都令人不舒服。你退休了，亲戚还求你办事，你若是答应了，自己很麻烦；要是不答应，对方会有闲话，亲戚关系都会麻烦。大家都有退休金，不需要太多的利益，还是留住亲情就行了。三、曾经爱过的人，余生各自安好。春秋时，鲁国有一个男子，忽然听到邻居寡妇在敲门。寡妇说，大风大雨把我家的房子毁掉了，我要借宿。男子说，你求别人吧，我做不到柳下惠那样，我会犯错误的。对于无情的男子，寡妇没有生气，而是非常理解，毕竟瓜田李下，不要穿鞋戴帽，人有感情的。对于爱过的人，虽然嘴巴上说是一别两宽，但是在内心也会有一点的留恋。闲来无事，你去爱过的人家里串门，问题就来了，对方的爱人不会欢迎你串门，还会追问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。爱过的人来你家串门，你的爱人不高兴，夫妻也会翻脸。都一把年纪了，守着老伴过日子才是最好的安排，让过去的爱情变成美好的回忆。但忘了也没有关系，退休后如果还将心中的爱人请到家里来做客，实质上在见面的一瞬间，彼此就尴尬无比了。习惯了身边爱人的陪伴，习惯了他所有的好与不好，哪怕不是那么的默契，却再也难以割舍了。爱情的世界里最是具有排他性，这份难以言说的情愫根本无法带到台面上来。与其亲手打破这份美好，不如让它永远封存在记忆里吧。也许有一天会老去，也许一直都令人心动，但那又如何呢？让身边的爱人感受到始终如一的爱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，一种功德圆满。四、抱怨不断的老人，不见面不闹心，
街坊邻居闲来无事会聊天，在外头坐一坐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人上门就要注意了。一些诉苦的人知道你是贴心人，就天天找你。今天是家里的婆媳吵架，明天是儿子不争气，后天是亲戚借钱不还，还有身体的病痛也没有人管。听了这些话，感觉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，还不如早点过世算了。你出于礼貌回复对方几句，又安慰几句，没想到对方说得更加起劲了。退休生活本来就是很幸福的，生活不愁，可以追求诗和远方，还能够锻炼身体。但是每天被烂人破事纠缠，就会有内耗。但凡抱怨的人都要远远地走开，安慰是多余的。人人都有自己的三观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你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。5. 神神秘秘半生不熟的人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样的古训老人要牢记在心。总有一些老人喜欢神秘的东西，认为那是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会让自己长命富贵，或者会给子孙带来什么福报。一些商家骗子等主动的和老人套近乎，又提着礼物上门，老人还误以为自己又多了一个干儿子，多了一个亲戚。等老人不设防的时候，商人和骗子就开始行动了。事实证明，老人和商人骗子交往很多回，都没有办法弄清对方的底细，人家只是把虚假的一面告诉你，一些关键的信息都会隐藏起来。真的不要好奇，太阳下面就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，能够见光的才是靠谱的，神秘的就是隐藏着灾祸。除了以上几种人，我们还要防备无德之人、是非之人、找你借钱的人等，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建立一个保护层。1. 无德之人，有些人无德无品，专做坑蒙拐骗的事，没有底线，没有原则，虚情假意，只为把人利用，做人做事唯利是图。更过分的地方就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抛弃昔日的好友，抛弃风雨同舟的妻子，不懂得感恩孝顺，不懂得珍惜，不懂得知足。远离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更不要与他们串门。与无德的人保持距离，方能心安踏实地度过晚年。远离没有良心的人，别用自己的善良为了狗还一去不回头。人老了，经不起折腾，更经不起人心凉薄的打击。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对自己负责，远离无效的社交。与其与无品无德的小人串门，不如多花时间来充实自己，提升技能，或是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又或是多花时间来陪陪自己的伴侣和家人，如此才是余生最好的交代。2. 是非之人，生活中有一些人，若是看到他人的是非事，一定会到处宣扬，喜欢揭人伤疤，嘲笑他人的缺陷，颠倒世界的黑白，日复一日与这样的人交往，自己也会变得狭隘与扭曲。这类人还见不得他人好，若是你与他们走得太近，他反而会对你造成不利，见你过得好，就会在背后议论你，诋毁你。这样的人一定要拒绝他的串门。人心难测，无法琢磨，还是保持圈子干净，让自己远离是非喧嚣。与是非之人交往久了，可能也会被同化，甚至是招惹到是非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面对是非人，最好的做法就是敬而远之。3. 总是借钱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到感情，因为对方是自己的至亲好友，所以当对方来借钱的时候，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，尽管手里没有多少，还是会想办法借给对方。你以为这样做没有什么，殊不知会造成很大的问题。首先会让你自己的心里难受，其次会助长对方借钱的气焰，因为他觉得你好说话，所以总是来借钱，一次得逞，下次再来，次次得逞，次次来。而你因为不想得罪对方，才会勉为其难地借给他。也就是说，借给他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完全不舒服的。既然是这样，又何必借呢？
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，如果对方因为你不借钱而和你疏远，那么这样的关系不要也罢。因为若是你想维持这样的关系，就一直要借钱给对方，那你还不能借对方的钱。他们把钱看得特别的重要，之所以嘴上说着钱不重要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钱，都是借了别人的钱，钱不是自己的，自然不重要。对于总是借钱的人，请一定要远离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也不要因为对方的几句好话就受不了了，否则痛苦的真的只能是你自己。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，麻烦一定不是好事，会破坏当下的幸福。不麻烦，日子就清静了，哪怕独处也是快乐的。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曾指出，人与人之间想要长久地维持一段稳定的关系，唯一的方式就是保持合适的距离。高质量的生活从来不要高朋满座，而是一屋两人，3餐4季，儿女来了有团圆饭。曾经的你相识满天下，现在的你知己2、3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